各位好，德国多家媒体出奇的统一报道，中国有意参加英法两国发起的所谓乌克兰维和自愿联盟，说得煞有介事，还说是中国外交人员主动接触布鲁塞尔外交同事，试探性的询问关于此事。所以这些欧洲人说中国有意参加自愿联盟。看到此新闻，我就觉得是假新闻，不是欧洲人自作多情，那就是欧洲人故意放风出来，妄图减小俄罗斯对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自愿联盟的拒绝态度。中国怎么可能参加由欧洲、英法这两个国家倡议的自愿联盟？他们对乌克兰是什么态度？对俄罗斯又是什么态度？这都是尽人皆知的。其实这两国一直在拱火乌克兰，一直在打代理人战争，与俄罗斯开战。中国怎么可能去趟浑水？难道中国会放下身段去参加由这两个二流国家发起的所谓自愿联盟，而且还受他们指挥？如果中国这么做，那就是吃饱了撑的，自取其辱。从哪方面来讲，中国的实力都远在英法两国之上。中国怎么可能委屈自己、自我矮化，去给这些欧洲国家做嫁衣？难道欧洲人会把指挥权交给中国不成？反正我不信。德国媒体这么报道，绝对没安好心，真的是自作多情了。德国各媒体都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好像真有其事，简直太讽刺了。好，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北京在布鲁塞尔进行试探，中国似乎考虑加入乌克兰维和自愿联盟，此事被认为是微妙的。北京的外交官询问了欧盟关于参与乌克兰维和部队的事，如果中国参与维和任务，希望俄罗斯能够有所改变。中国显然在考虑参与乌克兰的维和部队。星期日，《世界报》援引熟悉该情况的欧盟外交界人士的话报道，中国驻布鲁塞尔的外交官试探过从欧洲的角度来看这一举措是否可行，甚至是否可取。布鲁塞尔的外交界表示，中国加入自愿联盟可能会增加俄罗斯对乌克兰维和部队的接受度。无论如何，此事都是微妙的。背景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于下周四举行立场乌克兰支持者峰会。马克龙周四晚间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表示，我们将于下周四举行自愿联盟峰会。我周四的目标首先是重申并明确承诺在短期内支持乌克兰。马克龙补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出席巴黎峰会。一旦莫斯科和基辅停火，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都准备往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但迄今为止，这一想法遭到俄罗斯的强烈拒绝。英国政府曾表示，预计将有30多个国家以某种形式参加所谓的自愿联盟。数周以来，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坦默一直在试图协调他们的欧洲盟友继续支持乌克兰。最近几周，两人已在巴黎和伦敦就此主题组织了几次会议。在争取乌克兰停火的斡旋中，美国将于下周一与俄罗斯和基辅代表进行进一步会谈。马克龙在布鲁塞尔表示，俄罗斯拒绝同意美国和乌克兰倡导的30天停火，表明俄罗斯目前对和平并没有兴趣。法国总统周五强调，俄罗斯军队夜间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进一步证明了莫斯科缺乏和平诚意。好，朋友们，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人不是为了欧洲和平，他们希望强化战线，并获得尽可能多的影响力。这是跟贴，在当今这个困难时期，独裁统治和专制潮在各地兴起，谁不想这样做呢？俄罗斯、美国、中国、土耳其、匈牙利等等等等，民主正在消失。74个专制国家占多数，目前只剩下63个民主国家，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减弱。当独裁政权来临时，他不会说我就是独裁政权，不，他会说我是民主的堡垒。独裁者颠倒了独裁的含义，在不存在的地方看到了独裁，比如普京，例如西方集团是一个独裁政权，或者最常见的是欧盟，许多人都相信这一点。另一方面，人们觉得自己与普京、特朗普或欧尔班有联系，
他们被描绘成自由、和平和民主的保障。继续往下，中国的参与将引人注目，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向美国靠拢，从而疏远中国。再往下，从外交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人的明智之举，大意是，如果美国退出世界，我们将很乐意接管。唐纳德没想到这一点，你必须先说不，而不要用外交手段把事情搞砸。下一则，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会让中国人到我家门口，如果他们辩解怎么办？如果西方威胁到他的地位，习近平不是曾威胁说，必要时他将在权限范围内对西方发动战争吗？关于不安全的欧盟主义者的说法，在这里可能确实是真的，但我现在相信，目光短浅的欧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也是跟贴。习近平威胁要对美国发动战争，美国不再是西方，而是自成一体。由于美国也在拉拢俄罗斯，以潜在的孤立中国，而将欧洲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中国接近欧洲也是合乎逻辑的。这也许并不是那么糟糕。作为军事侏儒，我们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再往下，中国因为他们想规避美国的关税，他们想要确保乌克兰的原材料吧。下一则，从长远来看，中国人是反对普京的。普京想要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却不想。继续往下，我们应该感谢中国人提出的让普京难以拒绝的提议。如果我们在那里派驻欧洲维和部队，这实际上是在扩大战争。而如果普京下令向中国士兵开枪，他就很难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样一支维和部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就是防止双方，包括乌克兰人，做出愚蠢的事情。而这又是一支纯粹由欧洲人组成的维和部队，永远无法令人信服地完成的。再往下，欧洲维和部队的目的不是确保和平，而是支持乌克兰继续战争。马克龙1年前提出的计划，现在要以维和部队的名义来实现。下一则，欧洲是如此渺小，以至于下一个敌人现在可以为了和平而加入进来，这是中国人的善意举动。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美国以及现在的中国就欧洲和平进行谈判，也许金三胖也将帮助强大而重要的欧洲带来和平。继续往下，危险，特朗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按照熟悉的套路，想通过填补特朗普留下的空白来扩大其势力范围。我们应该礼貌地拒绝中国的参与，因为这纯粹是欧洲的事务。再往下，我喜欢这个主意，但偏执的人会认为2万中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在欧洲，想要征服德国。德国政客们会很乐意利用中国的这一提议，再一次侮辱一个大国。经济和军事上超级强大的德国可以负担得起。刚才说的是讽刺啊。下一则，中国派维和部队去乌克兰，在普京所攻击的国家中有普京的友军，没毛病吧？继续往下，在非洲，那些政府无法履行的不平等条约累见不鲜，中国通过协议确保，若对方违约，则自动获得自然资源开采权作为补偿。这种做法在乌克兰政府身上是否也会奏效呢？再往下，中国军队需要为未来的作战积累实战经验。如果这也意味着扩大他们在欧洲的影响力，他们很乐意这样做。中国感觉到美国和俄罗斯正试图重新瓜分欧洲，并希望在此事上拥有发言权。下一则，中国人的这一步很棒，令人佩服。当特朗普还在疑惑稀土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中国人正在与欧盟称兄道弟。下一则，当然，如果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会立即参与。中国有自己明确的利益，欧盟甚至德国
是否也有自己的利益呢？继续往下，中国不会做任何对自己没有好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秘密。如今美国基本停止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洲召开了一次又一次自愿联盟峰会，但未能成功，而中国则已开始向前迈进。我对此非常怀疑，因为俄罗斯与中国关系密切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据悉，美国对于俄罗斯的交易再次表现出更大兴趣，中国可能也不会喜欢这个，因此我会非常怀疑，但最终乌克兰人自己必须决定。下一则，一个非常棒的场景，俄罗斯和朝鲜从东面接近，中国从西部接近，这就是所谓的前行攻势。继续往下，由于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不值得信任，因此应该避免这种情况，否则另一个独裁政权将在欧洲开展军事活动。这是跟帖，是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牢牢扎根了，欧洲人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再往下，如果我可以在3个渴望权力的独裁者之间做出选择，那个不会无缘无故攻击我的人，或者那个显然精神上非常自恋和非常不稳定的人，我的选择就只剩下中国了。再往下，尽管外界对中国抱有种种怀疑，但如果能为此类维和部队制定出明确的规则，中国参与欧洲维和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在特朗普提出所有这些要求之后，地缘政治集团从东方开始解体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美国作为伙伴变得不可预测，那么欧洲中国轴心必须成为一种选择，现实政治必须重新站稳脚跟。下一则，一个精明的策略，假设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已经瓜分了世界，那么中国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对普京而言是雪中送炭。即使欧洲国家在乌克兰有所部署，他们也无力回天。而中国人必将与俄罗斯人形成战略配合。无论如何，俄罗斯已经牢牢钳制住了我们。下一则，邀请首席战争贩子的最好朋友，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啊！继续往下。天哪！如果现在连中国都愿意提供帮助，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似乎就不远了。再往下，真的中国要帮忙吗？恐怕中国是想在欧洲建立军事存在吧。好，我们再往下。布鲁塞尔的外交官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与此同时，欧洲缺乏任何战略思维。不用了，我们这里不需要中国士兵。继续往下。如果中国人将乌克兰作为通往欧洲的特洛伊木马，那么对我们、俄罗斯或美国都没有好处。现在正是理性人士组成联盟的时候了。下一则，中国至少似乎认识到与欧洲一起正在形成世界另一个权力集团，这就是为什么他首先与欧洲而不是俄罗斯谈这个问题。然后这背后的动机是双刃剑，因此我们必须小心那些想进入我们家门的人。继续往下，这也是很多人预测的，中国迟早会利用乌克兰战争来增强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再往下，有趣啊！中国人有理由担心美国会与俄罗斯结盟。我对整个事情不明白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帮唐纳德守护这些资源？如果他想剥削这个国家，他可以自己来保护领地啊。这是跟帖，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应该有人告诉美国人，而中国人什么也不做，绝对不会去做，除非他们看到对自己有利。下一则，中国人将永远不会再离开，并将建立一个用来占领欧洲的基地。继续往下，在我看来，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比美国发生的事情重要得多。我的直觉是，这肯定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显然受到普京和特朗普之间无原则的和解的惊吓，正在朝我们这边走，从而恢复平衡，这始终是件好事。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这闻起来像一份有毒的礼物。中国人正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在各大洲站稳脚跟，这与原材料、港口、干预政治结构等有关。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和平使命？好，朋友们，从以上评论来看，绝大多数评论对中国的所谓参与维和都持异常敌视的态度。那么，朋友们，你们相信中国会委屈自己去参加由欧洲领导的所谓乌克兰维和自愿联盟吗？请大家踊跃发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